我也太厉害了吧！简单！女君，救命！打他们！手。 啊不！松开！不！这人都倒了，你还要抱到什么时候啊？吃什么了？劲儿这么大？要你管？要我管？你不是要当烈士吗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不能！你没看到刚才的架势？你再晚来点，我都要被烧成灰了。挑了好，本君正好落个清净。哦，参见帝君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你知不知道，焚化旧法器是魔族奸细刻意为之，为的是以紫微瓶还有神树之液炼制剧毒。我怕你来此地危险，我才顶替你的。你怎么还跟过来了？多谢应渊君对颜淡悉心教化，令他仙法见长，只系感激不尽。悉心教化，不过也是他天资聪颖，本君不必居功。多谢帝君称赞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。对了，那个盐池仙官使了个猫腻，真的紫薇瓶在他袖子里，你记得查看。好了，审查奸细此等仙界大事，我们就不参与了。我先送我姐姐回去了，帝君告辞。走吧，姐姐。走了。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芷溪的功课最好，修为最强。如今颜淡得应渊君的教化，仙法突飞猛进，恐怕早盖过了芷溪。双生之物，一强一弱，只怕之前是我们误把山鸡当凤凰了。说谁山鸡呢？谁天资平平啊？你天资卓越，你怎么不考个仙官啊？你怎么不当个副长事啊？他要是天资平平的话，我看你是天资奇差。你不光奇差，你还坏心眼儿。你心眼怎么那么坏呢？你还跑是不是啊？我帮你去教训他们。不必同他们置气了，更何况他们说的也没错。帝君不是一早就说过了吗？我的确是那个弱的。你怎么能听那个小人帝君说的话呢？你现在是众仙子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，你也考上仙阶了，并且是仙官，谁还比你优秀啊？可是今日我敌不过燕池仙官，你却能几招将他制服。哎呦，我那是碰上运气了，我不过是恰巧读了几本仙书。如果你在演虚天宫被教习的话，你肯定比我厉害，一招就能把他制服的，真的。我没有那样的运气。你快走吧，就送到这里，省得银灯看到又要刁难你了。可是，行吧，芷溪，你记住了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厉害的，是那个永远会保护我的姐姐。别瞎想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别理他们，如果他们欺负你，告诉我。
没事吧？怪我教的太快了，不心急，慢慢来。师傅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很有名的，汉丹化人解妖池之威啊，那可是段佳话，全仙界都知道。双生之物，一强一弱，他肯定是弱的那个。别人教3遍怎么都学会了，他学几篇也学不明白。不是教得快，是他笨。就是啊。好了，不要议人是非。天资差一点没关系，可以以听为主，不用逞强硬学。要是学不清楚，反而伤了自己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是弱的那个，我能学会。芷溪，我昨天在藏书阁翻到了好多本捉妖打怪的细折子，可好玩了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严蛋，你不能总这样天天逃课啊，要不然可没有教习师傅愿意教你仙法了。那教习师傅讲课讲得太无聊了，哪有看细折子好玩啊？你不去，那我自己去啦。去吧。我帮你收好了，不用谢。这么多年，我刻苦修炼，屈辱忍耐，我咬紧牙关往上爬呀爬，爬进了妙法阁，爬上了副掌事之位，眼看着又要爬上仙界。我以为努力能改变这一切，原来还是逃不脱一出生就注定的命运。严丹，你天赋异禀，做什么都轻而易举，你永远不会明白的。谁呀？哎，你坐那么高干什么？你仙法那么高强，就算是往下跳，你也摔不死的。你不光摔不死，你还会连累我这个可爱又无辜的小仙士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一步。你干嘛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拍瓦片会吗？哦，怎么样？我赢了，喝酒喝酒，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喝，喝。咦，来，马上马上。哎，你说像你们高阶神仙都那么奇怪，还是只有你那么奇怪啊？翻乌龟、砸瓦片，其他神仙也会这样吗？哦，你就没有一点正常的兴趣爱好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有，罚我抄书，让我补腰带，
逼我下棋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奇怪归奇怪，开心最重要啊。我平日看上去很不开心吗？唉，怎么会有开心的神仙动不动就去翻小乌龟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已经是帝君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如今奸细已经找到了，事情也平息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只怕事情还没有平息，又要开始了。当你很渺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改变。就像你一样，排戏、捣乱、交朋友。一旦身居高处时，很多事情你根本都改变不了。所以你就打算跳楼？看流星。看流星？那不是凡人的说法吗？他们都喜欢对着流星许愿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其实这只是天上布星的神仙挥一挥自己的拂尘而已。但是他们都相信自己许下的愿望会实现。那你呢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6界太平。嗨，怎么会有这么虚伪的回答？怎么可能有人许愿不是为了自己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许的愿望是什么？只是为了自己吗？当然了，还有我姐姐跟我朋友，我也会帮他们一起许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6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6界的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里装不下其他。6界之战，养息万余年，如今魔族的兴起正在暗潮汹涌。若战争一旦开始的话，这万年的努力和平静都会化为虚有。那如果旁人不知道你的牺牲呢？或者像九级一族那样被人遗忘，或者被人唾弃，你也愿意吗？作战不是为了美名，也不是为了被铭记，而是为了停止战争。见过生灵涂炭，就不想再看到往日的景象再出现。还好我生在太平盛世，不用想那么多。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懂。不过你这样也挺好，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，什么也没有经历过，不用去想，那就希望自己的愿望没有白许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努力排戏，无非是想在瑶池盛宴表演时拔得头筹，好让帝尊赐你一个恩典，对吧？那你说说，你心里不虚伪的愿望是什么？找靠山啊！那本君这座靠山不好吗？帝君，您是纤尘不染，我不配。我想找的是我姐姐芷溪这样的靠山。如果她以后升了仙阶的话，就要下凡历难。可是我姐姐她不喜欢凡间，所以我想请帝尊让我代替姐姐下凡。等以后我姐姐成为更厉害的神仙，我就可以到她的宫里给她捏腰捶腿，蹭吃蹭喝。那偃虚天宫也能蹭吃蹭喝，你为什么不留下？唉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就自由自在惯了。我呢，帝尊急诏，速请云元帝君玉清宫议事，
烦请从速通传。帝君，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您酒气深重，这般不胜杯勺，恐怕有违帝尊对您恬淡客气、秉玉绝缘的期望啊。今夜抓捕奸细，审讯多时没有结果，本君无法安睡，这才小酌了几杯。我将天庭的兵房重新设计了一下，仍然觉得不太稳妥。本想着明日早晨奏禀帝尊。帝君思虑周全。先是陶子气刚刚在此来函，帝尊又得知了浅云宫义宫长事谋逆通敌之事，忧心难眠，因而传唤。这几日宫中来了几只灵雀，正在房上筑巢。看来当帝君也没有什么滋味儿，还是当小仙来得快乐一些。你此去需万事谨慎。魔界暴乱无休，天庭兵防调整，为的是有备无患。日后如何，尚未可知。我们是一同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兄弟，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要我说，天牢里那几个谋逆的仙官和贼子都是硬骨头，他们若不肯招，杀了便是。我提着他们的人头丢到魔界去，这虚实才算是探得彻底。若真有万一，这天庭也算是师出有名啊！啊？很好笑吗？桓钦，创世之战时你冲动鲁莽，老是顶撞帝尊。这些年我还以为你改了性子，没想到你还是如此强硬。要是你这么冲动鲁莽下去的话，我怎么放心你下界？应渊君这般为我考虑，若让天庭里的仙子仙娥们听到了，一定又要心里面编排我了。参见帝君，参见冀都星君。是你？帝君未雨绸缪，调整天庭布防，披香殿这样的闲置公寓也能得到恩惠，增派防守，实在是帝君眷顾。披香殿，你何时对看戏听曲感兴趣了？宫中仙士说我郁郁寡欢，无趣的很。正好，该寻一些正常的兴趣爱好了。也好，你松法些，下面的小仙才敢快活。我还要回宫收拾一下下界的行囊，先行一步了。桓钦，凡事谋定而后动，若有异常，先发信回天，再做计划。知道了，啰嗦。走了。应渊帝君，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哪知道这颜淡小仙子竟然是您宫中的仙士。无妨。没想到颜淡小仙子仙灵上清，写的竟是创世之战。四位帝君忠勇无双，天庭上下理应多多学习。帝君一番苦心，小仙着实钦佩。是他写的创世之战？是啊。颜淡仙子不仅美貌出众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比例深厚。可有戏本？
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颜淡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。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评论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输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，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！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您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您身，可却伤在河宫仙士所有人的心呀！醒醒，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元君向来身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天一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天一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元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元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1、2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元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，常便便急的佳话。既然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应元君
的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。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啊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玄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此书本君苦心编撰1000年，还有最后一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10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
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哼，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1的应援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还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只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彼事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疑暗害，触犯天条。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帝君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这深更半夜的不去排戏，在这里晃什么呢？哦，那你帝君深更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吧，用我小人之心夺一下你君子之腹，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是要去火德元帅宫里挟私报复吧？哼，没说话。看来我是猜对了。哎，堂堂的君子啊，这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小人，却不敢承认。当君子有好名声、好前途、好人缘，可唯一不好的就是受了气还得挤出笑脸。而当小人，百害唯有一利，那就是过得好。帝君意下如何？自作聪明，还不跟上？刺激！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。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偃虚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。3天2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哼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，帝君，你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要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这不是番规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，
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。走吧。千载的光阴，6界之外，本君唯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喜好，都不能保全吗？我不敢拍胸脯说我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勉力一试。你竟然能记得？当小仙的本分嘛。若兵书能卖的话，要5-5分成。奇怪，我明明将与你下过所有的棋局都已经记下，那这一局是？这就是未完结的最后一章，无论何解都为何棋，乃4界循环。若以兵法论视为拉锯战，这些年踏遍6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棋圣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真的？让我离开延续天宫也是可以的？凡本君力所能及的，不违天条，不伤他人皆可。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这看似白子是占优势，可若贸然消劫的话，便会自损16子。如若白子不自损，那么黑子也无法攻出。和棋，重来。再来。等一下。一子半指茶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心崖。回玄心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。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。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这边也有啊！
有了帝君的允诺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修习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贺典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。那你可要报警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啊！你这小人，加速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，才知美景更胜银河。一点点仙力，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给谁的？秘密。秘密？必是没有见过赐福的微末小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干嘛？还给我！本君可提醒你，修仙之人不可有情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龌龊？这是给芷溪的。你们神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天庭既然不让有情，那像那些去凡间历难的仙官，那帝尊肯定管不了他们了。等以后我下了凡，情劫本就是历难的一部分。知晓情爱之苦，放下执念，才能无欲无求，只求苍生。本君劝你，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你动过情吗？自然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？哼！深夜擅闯天机阁，是何宫何殿所派？所谓何事？哇！他们自尽了。他们不会是魔族派来入侵的吧？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没吓着你吧？我没事儿。参见帝君。帝君料事如神，前日宫室被捕获的魔族奸细投诚招供，交出魔界兵防图的假消息，投诚是假，为我们除祸是真。人心难测，他们自然是心急。若要一一排查思玄所用无双镜画出的通道，彻查在仙界潜伏的内应，几日是查不出来的。他们既然选择自己动手，那定会清楚利落，永绝后患。各宫可还安稳？一切按帝君调度，叛军一与各宫奸细接触，便会被绞杀。各宫暂无动荡。这三人应该是来偷取魔界的兵防图。既然已经收网，那你们随本君去玉清宫上禀。是。桓清还在魔界巡查，吾借封赏魔界之由，让邪神玄香上仙界一趟。吾倒要看看，
他是否真的没有反叛之意？此次魔界已派300叛军窃取兵房，图杀人灭口。贼子以尽数羁押，思玄以无双镜破解了结界已封。只是，天魔结界，乃是上世元尊冉青的元神所化，时间久远。若是魔界存心破之，迟早会找到新的破口，对吧？没错。修补元尊的结界，绝非易事。即便是倾尽仙力，力竭而亡，吾也未有十全的把握。此事，你让吾再想一想。结界之事解决之前，你将天兵天将调整至临战状态，一定要防患于未然，防止魔族的进攻。应元君，这仙界的上仙之，这是何人？严旦。严旦。无知仙使。玉清宫是让你打瞌睡的地方吗？见了帝尊还不行礼？拜见帝尊，小仙是衍虚天宫的仙使，名叫严旦。严旦，是你赐名的那株四叶菡萏？啊，是的，帝尊。他如今在衍虚天宫服侍，上次因抓捕魔族奸细有功。今日降服魔族奸细时，他意在侧，因而天兵将他带来了玉清宫，以备帝尊问话。严旦，处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回宫？哦，好的，好的。严旦祝帝尊一生平安，天寿未央。严旦告退。站住！你有功啊。为什么要急着走？吾要赏你。不过，此时到了仙界宵禁时分了吧？应元君出入天机阁是要处理兵事，你呢，一个低阶仙使，为什么要去天机阁？小仙。应元君，吾记得你的仙士甚少，只有青云和陆景吧？此女化为人身之时，你救过她一命，现在又在你的衍虚天宫伺候，倒是有些机缘。如此趣事，怎么不跟吾说一说？帝尊，仙士调配本来就是微末小事，仙神不得有情，这是上世元尊陨灭之时定下的天条。此女若是对你动情，便是在挑战天罡。帝尊，请您为小仙做主。为了应元帝君的清誉，请您将小仙逐出衍虚天宫，也算救小仙一命。小仙原本是玄心崖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使，奈何突然有一日碰见了应元帝君，他欺负我仙贵，小仙一时激愤，便上前斥责怪应元帝君不该欺辱天庭神兽。奈何应元帝君堂堂的一个帝君啊，如此心胸狭隘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便把小仙调入了衍虚天宫，开始实施疯狂的报复。帝尊面前，你休得胡言。
一公之大，添砖补瓦，打扫拖地，洗衣做饭，全部由我一个弱女子来做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呀，帝尊。够了啊！你这小仙牙尖嘴利，颠倒黑白，分明是你损坏了本君的混元玉带，尚未修好，如今就想离宫。帝尊慧眼如炬，他怎会轻信？小仙没有胡说，帝尊，请您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，帝尊。那你深夜去天机阁，所为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小仙最近写出了一出戏，名叫《创世英雄传》。这出戏是小仙为瑶池盛宴特意写的。可是白天的时候，延续天宫的差事实在是繁忙，小仙只能晚上到皮香殿偷偷练习。可奈何晚上的时候月黑风高，小仙一时迷了路，便碰到了应元帝君与贼人交战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有一颗为六界抛头颅洒热血的赤诚之心，便勇往上前。仅是如此吗？是真的，帝尊。若帝尊愿意的话，小仙可以现在为您表演我已经写好的段落。话说万年前，天地初开，日月混沌，人与妖。哎，好了，小小年纪这般聒噪，别说应元君了，吾都想罚你。先是严旦，违反宵禁，殿前失仪，罚用灵书笔抄天条100遍，限明日午时上呈凌霄殿。是。有错当罚，有功当赏，小仙一定会抄写天条天规的。那这仙器灵书笔是不是可以赠予小仙啊？应元君，勿忘了思玄的前车之鉴和天条的情戒。实属无奈，为了证明你我二人纯洁的关系，只好出此下策了。刚刚帝尊说的思玄，不是妙法阁的前掌事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说来听听嘛。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情由心生，帝君难道无心吗？帝君，想什么呢？说来听听，分享一下。回宫。灵书笔，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个很厉害的法宝，没有想到只是抄抄天条就能得到如此厉害的法宝，真是赚着了。这笔怎么回事儿？现砸了吧？这个灵书笔重达1000斤，无法靠仙力御物抄写，只能用苦力了。不到10夜，你这胳膊就报废了。好歹也是堂堂6界的帝尊，怎么心思如此歹毒？燕丹，不可编排帝尊。玉清宫里严刑无状，帝尊没送你去天星台，这已经是宽仁。哎，我看你现在是过河拆桥，狼心狗肺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帝尊也看出来了，我们两个暗通款曲。要不是我演技好，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天星台等着受罚了。你这个人从玉清宫回来以后就神神秘秘、心事重重的，难道不会被帝尊说中了吧？
你犯了情戒。活够了。哦，难道是你跟思璇？是我杀了的。你为什么？他犯了情戒，天星台上是我处决的。冰锥刺骨入髓，反复无休，极寒刻骨，痛若凌迟，至死方歇。思璇在妙法阁当差数千年，多少上仙的法器都是出自他的手。他对再卑微的仙士都是柔声细语，关怀倍加。他受的这一些苦刑，皆是因为动了情。天条是修仙成神之本，不容例外，也不容打破。无论是人还是神，都会有七情六欲，可天庭的规定不让神仙动情，这就违背了天性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应渊，从今往后，定要以你的母亲为戒，谁若犯戒，你也要亲手处置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的罪孽。我会杀了你。帝君，天兵处众将皆已到齐，正在院中等候。100遍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美军各拨出2支精干小队，轮班交替，于仙界各个要害之处防守巡逻，严查死守。天机阁天兵处如有进出者，除帝尊与4帝君外，都需要严格的盘查。如今情势微妙，小仙不得不问句不吉利的话：如若魔界率兵来袭，共同攻打东南西北4大天门，各军正值小队换班之期，是否会打乱我军阵脚？无妨。本军的兵书当中，讨论最多的就是多战场拉锯战，正好能解此顾虑。4节循环，这棋局又称长生劫。听闻帝君带着此局上下求索近千年无人可解，不知是哪位上仙竟将此局给破了。有朝一日，他要是获封上仙了，那仙界岂不是聒噪极了？这棋局，正如这棋面所示，看似巡逻防守的小队是闲棋废子，实则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你说这破局者究竟是何人，竟如此高明？是啊。严旦，抄好了吗？你要是求本军帮忙的话，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，本军可以帮你抄10遍天条。方才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让你谨守天条，莫做出离经叛道之事。
本君可真是想多了呀！以你的懒，再给你几万年也修不到上仙，连灵书笔都敢要，也不怕把牙给崩了。没规没矩，连个睡觉的样子都没有。做一粒通宵八荒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雨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，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万击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语，一次看懂万物凋敝，而后归期都偏向你。望着你，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的你为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，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，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半颗心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字写得比你更丑。频频问起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语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。就往浮云皱皱。100遍天条。哎呦！啊！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抄完的？
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参见帝尊。远古诸神，往生先烈，吾等幸得庇佑，天下承平已久。然魑魅魍魉之辈重启兵祸，阴阳不可乱，乾坤不可转。今吾令东极青离帝君应渊领兵，天极子虚帝君昭圣，越极赤翼帝君弯月，原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桓钦，北冥仙君辅佐，率天兵100万。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6界。4大帝君曾助吾创世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。上神领兵，必得凯旋；6界不惊，山河永宁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之辈，乃天魔结界最薄弱之处。难道他们是想？你们先按原计划赶赴魔界，我有事情要去查验，稍后便至。众将士，出发！是。还好天兵天将征战去了，守卫松懈。这神庙一直以来由我们鲛人族守卫，如若私自带人潜入，可是要违反天条的。被发现了，自然违反天条。这深更半夜的，怎么可能有人看到？你要欺负就找流星骑去，这万一要闹出什么风波，我会被弄死的。哎，没关系，不会让你受牵连的。天塌下来，我和严旦顶着。走走走，走。4大帝君保佑，可千万别生什么乱子。哎，你真的是来许愿的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已经跟流星许过愿望了，而且他帮你实现了呀。嘘，那个怎么能跟这儿比呢？这是众神众仙来祈福的地方，肯定更加格外灵验了。我的《创世英雄传》刚刚写完，瑶池盛宴数着日子马上就到了。我想请远古诸神保佑我们一举夺魁。真的？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带回去素材，岂不是有点亏本了？走。祝愿应渊君万事胜意，日日从我宫门前路过。哦，梦离仙子，
这个蒙丽仙子可是个大美人啊，怎么眼睛这么瞎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应元君他喜欢帮助别人吗？这可不失为一个好靠山啊！这么好的靠山为什么不要啊？难道说他长相不堪？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吧，主要是性格无趣，非常正经。这嘴上天天说着天条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，结果不还是招蜂引蝶啊？你也别在这儿愣着，你去那边看看，没准能为我们的戏添加点什么真实的素材呢。去吧去吧。六界和平。没想到私下还是这么无趣古板。报答北冥仙君养育之恩，让颜淡日日开心。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你这条小黑鱼还挺小气的嘛，不给我看一定是有秘密喽。难不成你有脚气？你才有脚气呢。我写的是让颜淡日日开心。切，傻子才信呢。哎，你怎么有那么多愿望？干嘛偷看我写的愿望？我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当然要一次许个够了。去，别看我。小气。一，我愿望很多，最好都能实现。二，成为6界第1话本大家，创世英雄传夺魁，只希顺利升仙阶。3，云墨开开心心。4，番归君大战出丑，众仙女双眼复明，看穿他的小人本质。5，六界和平，应渊君破敌100万，平安归来。我的天老爷，天要塌了！你们造了什么孽？这巨柱乃是神庙的基柱，一旦倒了，神庙必垮。神庙乃是瑶池的地心石，如若垮了，瑶池7个就会倾覆，水淹9重天，这是灭族的大罪啊！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，我们就坐在这儿写愿望而已啊。对啊，神庙贯通仙凡2界，难道凡间沦陷了？魔族有要水淹仙界吗？全完了！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们无法撼动结界，便想砍断神庙基柱。若此柱崩裂的话，不仅会加深结界的裂痕，仙界也会因为瑶池水倾覆，陷入混乱之中。结界薄弱，
这便是天意助我魔族逆转乾坤。纵使你是帝君，也没办法阻挡这结界之力消失。若没了这结界，哪轮到你们这帮神仙做六界之主，天帝做这六界至尊？玄香，若你不服神仙两界的统治，本君今日愿与你一战，分出高下。何须动用3界之兵力，大动干戈，祸乱6界？这对你来说又有何益？你错了，我才不在乎什么胜负高低，我要的是乱了这6界，害了这苍生。天道不公，我便毁了这天道，重定万物秩序。应元君，你高高在上，可你曾想过，平和生而为魔，就要矮你们仙族一头；平和我等魔族，就要受你等管辖。平和他天帝就能做6界之主，而我只配为奴。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视你们为奴。冉青的结界，万年压在我魔族人头上，强制把我们隔绝在此死地。仙族使节成日下界窥探，你们仙族始终对我们魔族打压防备。我若不反，早晚为人鱼肉。万年前，若无帝尊平息创世之战，你们魔族早就灭绝。这些年，你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，偷取仙界法宝。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帝尊从来就没有惩戒。仙神两界，对你们来说只有恩义，并没有亏欠。我魔族宁愿不要这恩义，自己争出一片天地。原来你是以族人的福祉为借口，成全你自己的野心。到头来，这些族人都会成为你野心的陪葬。随你怎么说。此战谁胜谁败，我们战场见。这郡主何等高大！你用真身炼金救父，这和螳臂当车有何区别？亲自打回原形，重则元神俱灭。云墨，他凤你也跟着疯，他好歹是个4眼汉丹，那又怎么样？而你只是个小黑鱼啊，朋友！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我说过，我要与颜淡一起。天塌下来了，由我和他扛着。就算死，我要陪着他一起死。不愧是我朋友，好样的！好，死都不怕了，连药坑一起扛！还有小安静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先在玄藏，再修天机。
还去！夏桀潜伏多日，想与应渊里应外合，击溃我魔族大军。我们不是不知，而是要留你这鱼饵，等着今日瓮中捉鳖。你四大帝君向来竹爱分透，同气连枝，怎么如今他们连来为你收尸都不敢？玄香，5万天兵已经剿灭了魔都屯兵，你后方无援，认输吧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就此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
应渊。应渊，你的眼睛。我没事。是我冲动了，没想到这九尾蛇，在万魔之眼的加持下，毒性会这么强。一旦接触，必定会渗入肺腑，必须立刻送往天云馆疗伤。不可，我是统帅，如今地质一事悬香在逃，我怎么能走？可是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出恶勿近，你们快追！我军已攻破敌方后阵，玄香狼狈逃窜，此战我们已经赢了。如今你伤势要紧，拖延不得。是啊，应渊，我会派人立刻送你回天庭的。别废话了，战事要紧，快追去！去啊！帝君，
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回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？你来偃虚天宫当差也有段时日了，如今又在战事，怎么还如此好吃懒做，不思进取？知悉副长事此次前来，是因仙魔之战急需法器疗伤。你平日时常跟随在帝君身侧，应该熟悉法器的存放，便由你来指引吧。嗯，好的。算了，知道你贵人多忘事。虽然你没有给我准备吃的，我给你准备惊喜了呢。你好久都没来看我，这份惊喜都要蒙尘了。我是你姐姐，也是妙法阁的副掌事。我想要什么东西，会凭自己的能力拿到。一炷香之后，伤兵就要送到天医馆了，快些把正事办了吧。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这么性命攸关的事情。那我现在带你去寻法器，走。还差赤云鼎和缠金断。这两个法器我平日连面都没有见过，范归君也从未提起过。姐，你确定是在偃虚天宫吗？妙法阁登记造册从未有误，是你自己办事怠慢，不熟悉宫中的物件。失去了一半根茎，果然元气大损，修为丧失近半，这气力也减损不少。还是我姐厉害。你这样毛手毛脚，得多摔个几次才懂得小心。先玄仓，后天机，是不是按照我上次跟你说的回去练习了？威力是不是大增？还不夸夸我？小寒经这种高阶仙法，我是因妙法阁职务所需才去学习的。你是负责打扫的仙士，宫中的物品摆件都搞不清楚，反而去钻研这些，也太本末倒置了。没有了，我只是在抄那个仙法的时候，我觉得里面有刊物。帝君让你去抄录典籍，不是让你去偷学的。仙界上下有序，理应各司其职，否则便是僭越。创世之战中，帝尊为救活上古遗族血鹰，以新月刃剜肉喂鹰，血鹰一族得以保存，而帝尊却留下了永不愈合的剜月形伤痕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你能做到吗？大战之中，你能活得如此安逸，是因为有上神以自己的血肉守护着仙界的和平。开战以来，我向战场上输送法器和丹药，未有一刻停歇过。而你还像往常一样好吃懒做，连自己的分内之事都做不好。我其实没有偷懒，只是那些法器经久不用，我实在是不熟悉。你不需要和我说这些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自己该做什么心里清楚。我要带着这些法器回天医馆复命了。姐，颜淡也真是聪明伶俐，上次从那儿借的典籍，我怎么都学不会，可是他一学就会。颜淡啊，那当然啦，颜淡比他那个姐姐芷溪强多了。你们少在这议论是非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不需要比较。
怎么样，胜了吗？那你们为何这副神情？因为这场胜利代价太大了。创世之战以来，上仙上神之列，从未有过如此惨重的折损。那应元帝君呢？我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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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岂不是出征的上神，除了应元君外，无一生还？连祭都星君也不幸阵亡啊！不仅如此，连4大神器都在决战之时陨落。死去的天兵天将，足有8万人之多。天兵送应元君回来时，还说战事一切顺利，怎么会这样？帝君！ 3大帝君呐，魂琴他们在哪儿？帝君，战事已经结束了，至少结果是好的呀。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全您自己的身体。您一旦伤心动气的话，这毒性必会扩散的越来越快啊！不要我的问题，我离开之前，魔界已经被剿灭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伤亡？还是说你们在误传战况？火毒攻心，帝君怕是要入邪了。回答我的问题，说！战况已经传遍仙界，帝尊也已经下了明示。 据说是邪神玄香，这3大帝君和基督星君不备，将大军引入了魔像之中。燕儿，帝君，我不该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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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帝君，你不能再伤心动气了！别放我！帝君病发了，快去禀报帝尊！仙魔之战，死伤惨重。昔日枕兵卧马，同生共死，今唯我独活，苟且偷生。应元承蒙厚恩，统领此战，竟一叶障目，使战局混沌。岂有面目再行走于9重天之上？毒发入骨，此乃天惩，何该承受？ 绝无因我残躯祸害仙界之理，今自远离，回馈无敌。唯愿帝尊安乐，勿凶，勿念，应元。这火毒，当真无解吗？南域，quân门拼尽全力，也只能让帝君减少痛苦，延缓时日。只是帝君哀痛过甚，不愿医治。应渊的性子。 向来坚决，如今悲愤自责，如果强行把他带回，恐怕他会自戕谢罪。可是毕竟胜了，诛仙面前也应有个说法。如若应渊帝君身中火毒之事传出去，只怕各界又生异动。遥知盛宴将至，妖魔冥3界损伤惨重，还需帝尊重拟6界秩序。
应元君伤势已愈，只因太过苛责己身，下界云游，尽兴变返。明白。至于这6界嘛，如今9重天除了吾与应渊之外，上神皆已陨灭，神界如同虚设。从今日起，神界与仙界合成为天界。冥界已在战中夷为平地，不复存在。魔界数次冒犯天威，此次更是掀起兵乱，谋反忤逆，一律打入夜望川生死场中，永世不得离开。妖族地界、魔界设战领地，皆化至凡间，统称为凡界。战火纷飞的6界已成过往，从今以后，只有天、凡、魔3界。天界雄威，恩师麾下，一族一界，焉敢不从？弟子